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拉兄。昨天发生两件事啊，一个是俄罗斯伊尔76运输机坠毁，另外一个是俄罗斯海参崴被乌克兰无人机轰炸。前面这件事在网络上传得沸沸扬扬，后面一件事几乎没有报道。看似这两件事没有必然的联系啊，但我觉得背后都不简单。先来说第一件事，昨天发生一件稀罕事，俄罗斯伊尔76运输机坠毁。对于这次的运输机坠毁，俄罗斯跟乌克兰完全两种不同的说法。俄罗斯的说法是这里面装的都是军人，是乌克兰的战俘，而乌克兰的说法是这里面装的是 S-300导弹。那么究竟哪一个说法是对的呢？有媒体指出，俄罗斯运输机里面的不是乌克兰的战俘，而是车臣部队。之所以这么急于通过运输机向北运送，是因为北约正进行军事演习，俄罗斯需要在俄罗斯跟芬兰的边境部署防御力量。我觉得这背后啊，还真有这种可能性啊。北约的军事演习已经展开，这一次跟以往的演习不一样啊，参加的虽然跟以往一样是32个国家，但是人数却达到了9万人呢。这说明什么呀？说白了就是北约要下场跟大俄正面杠了。有评论人士指出，从规模可以判断正常军演旅级部队啊，也就是1万多，撑死2万人。在高级别的集团军级别的，一般演习都是图上作业啊，图上推演，所以规模过5万大概率是备战临战了，因为相当于抽调了中国一个整的集团军规模呀，还要大的部队去军演，它光是摆开都需要多大的演习场啊。这种人力物力的消耗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我感觉这绝对不是军演，是临战前的准备，是真的要打仗了。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考虑到跟芬兰的边境有1000多公里的接触带，所以必须要部署一下力量在那个地方。再来看一下乌克兰无人机轰炸海参崴的事儿，昨天乌军完成了几乎无法完成的任务。海参崴被乌军无人机袭击，乌军无人机轰炸了海参崴变电站，导致大规模的爆炸。当前俄国弗拉迪沃斯托克有40万人停电，全城彻底成为鬼城。从乌克兰首都基辅到俄罗斯海参崴，这个距离实在是太远了。真不知道乌克兰是怎么让自己的无人机飞到这个地方的。看来乌克兰军队在战争中正在发挥自己的潜能，正完成很多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此外，乌克兰媒体还披露一件尘封的往事，在2023年的8月份，俄罗斯一架战略轰炸机图22被炸毁，另外2架被炸伤。这背后就是乌克兰的特战小分队深入俄罗斯600多公里，然后将它给炸毁的。近日，乌情报局网站的英雄画廊报道了这一消息，其中发布了有关乌克兰英雄奥列格·巴比的信息。他在执行任务返回途中死亡。巴比和他的战友徒步穿越600多公里，在俄后方深处侦察兵摧毁了一架俄图 22M3 轰炸机，并让另外2架失去了战斗能力。在完成任务之后，他们迅速的返回，但没有想到被俄罗斯特种部队侦知行踪，然后双方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战斗。想想也能够理解，这么昂贵的战略轰炸机竟然被炸毁了，俄罗斯人肉疼得很呐，肯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找到肇事的凶手，然后将他给抓到。在这场激烈的战斗中，乌克兰小分队击毙了15名俄军特种部队成员。33岁的奥列赫·伊万诺维奇·巴比上校在掩护队友撤离时，于去年8月30日在俄罗斯境内牺牲，事后被追授乌克兰英雄荣誉称号，授予金星勋章。怪不得俄罗斯境内老是发生火灾和爆炸，有时候烧毁一架战斗机，有时候毁掉了一架轰炸机，俄罗斯往往都归咎于烟头或者是火灾，但其实在背后都是乌克兰特工队员的杰作。再来看一下战场方面，乌东方向乌军已经击退了俄军进攻甚至开始向克里明纳的俄军阵地发动了试探性的进攻。在巴穆特和阿夫迪夫卡，
双方的战线没有什么大的变动啊。在赫尔松地区，第聂伯河沿岸，乌军的进攻也正在进行上。在这个地方，俄军最精锐的无人机小组被歼灭，以后乌军的行动更加方便了。乌军已经迫使俄罗斯人退回 M30 地区。昨天一天，俄军单日阵亡840人。有网友上传了一张照片，这么多年了啥都没变，从二战以来，俄军还是老毛病啊。抢劫手表，来看一下战场之外的消息。德国表现得有点抢眼，有媒体报道说，德国准备援助乌克兰直升机，这是历史上的首次。德国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利茨在第18次拉姆斯坦式会议后表示，乌克兰要求德国提供6架海王 MK41多用途直升机，德国联邦国防军同意提供。现在联邦政府希望不仅通过德国联邦国防军提供军用直升机来支持乌克兰的国防，而且还提供配件和备件包，并承担乌克兰飞行员的培训。对于外界担心乌克兰弹药不够的问题，乌克兰军方进行了正式的回复。昨天，乌国防部发言人帕夫柳克对外公开表示，从目前英、德、法等各盟国已决定向乌克兰提供的武器装备和弹药数量来看，乌克兰2024年将获得比前2年更多的军事援助。这戳破了俄罗斯关于乌克兰今年将弹尽粮绝的虚假宣传。另据报道，1月23日，拉姆施泰因形式的乌克兰防务联络小组第18次会议在线会议已经开始。参加会议的乌克兰代表团由国防部长鲁斯特姆·乌梅罗夫率领。不过让人感到很诧异的是，乌军总司令扎日内23日突然现身乌军在基辅的总司令部他率领乌军高层参加了美国与乌克兰联合举办的拉姆施泰因联络小组第18次视频会议开幕式。扎日内在线上与美军高层面对面的交谈，这打破了网传扎日内已经被泽连斯基解职的说法。看来俄罗斯关于扎日内的报道不是真的。根据拉姆施泰因会议的结果，乌克兰国防部发言人表示，会议期间与会者讨论了增加弹药和武器的产量议题。今年乌克兰将获得多个国家的大额的援助不仅如此，2024年乌克兰还将获得一种目前还没有在用的武器，拿到后有助于打击俄罗斯军队及其后勤中心。节目最后又到了有所期待的时候了。一位诗人说，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远方。但同样的远方，不同的人却有不同的过法。作为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我没有诗远方，只有眼前的苟且。曾经一个胸怀家国天下的热血男儿现在却混成了为温饱而不断奔波的中年汉子。为了能在这个城市中生活下去，我几乎放弃了一切的休息时间生活重压之下，似乎发视频成了我唯一的一个减压口。在我的字典里，没有休息日，没有节假日，所有的目标都是为了活着，拼了命，用尽全力的活着。临近春节，大雄向大家讨要一些打赏，向朋友们寻求一些帮助虽说有些讨人嫌，但也是无奈之举。有时感觉活得像个蝼蚁，但我也很赞同一句话：生如蝼蚁，当存鸿鹄之志；命如纸薄，应有不屈之心。若没有躺赢的命那就站起来奔跑吧。大雄认为，为正义发声也是向邪恶亮剑。你说呢？2023年，感恩与朋友们同行；2024年，期待继续与大家作伴。